今年的萨马拉萨这个论坛，隐形的存在，难民妈妈与无国籍儿童的努力和希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2位，其实都是艺术工作者，所以容我就是隆重介绍一下这样子哦。这一位是佩金，他是一名表演艺术工作者，他成立了一个 Anzac Art Project， 主要是在帮助雪隆区一带的这个罄竹难民。这一位就是我们的水草 Straw， 也是艺术工作者，去到了沙巴这个地方 Borneo Comrade 他们做这个 Sekolah Alternative 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去协助当地的这个无国籍的这个难民的小孩用艺术去介入哦，用艺术去帮助他们，就是教育他们，然后一起工作这样子。其实我开始是先进入难民学校，所以当时其实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想进去让这些难民小孩子学跳舞。我当时进入的时候，我也不太清楚他们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只知道他们不能在正规的学校上课，因为在青竹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叫 Chin Stage， 然后因为他们是游传教士，所以那一边都是属于基督教徒，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的话，他们在缅甸就被佛教的这个政府以宗教的名义来打压他们，强逼他们就是成为他们的军人啊，也不让他们上学。所以因为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Chin State 的话，它是蛮靠近印度的，所以他们很多都会跑去印度，有些就会往下就是泰国，然后来马来西亚。那为什么他会要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转介点，他们想要的是去到 third country， 比如美国、澳洲、德国，在这里的话，他们可以去做面试访问，然后就可以转到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他们就可以拿到身份。可是有时这一等就等一个10多年、15年，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了。就可能好像我的学生的妈妈，她的其实已经有孙子了，已经在这边差不多20年了，可是都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尤其是最近美国的一些政治转换，就是说，我不再收留了难民，所以这些东西都导致他们滞留在马来西亚。所以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难民身份证。他们需要先跟他们的村长，就是先看你跑去哪里，他们会跟他们的村长报到，所以村长会给他们一些证先，只是这个证是完全不受承认，只是知道他们有多少个人过来，然后再去跟难民署申请真正的难民证在这里，所以那一个证明其实只是也可以保护他们而已，你有机会被 transfer 去的 country， 可是在马来西亚随时还是会被抓。就好像可能今天是邀请他们过来，他们会担心这个活动有点太热闹，可能被抓的几率会高一点，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需要考量的。18岁以下学生是比较安全，他们只要拿着 students， 基本上马来西亚警察都不会太打扰他们。那时我在进去开始的时候，就是想教跳舞，然后也很 ambitious， 这样你知道我要帮他们组织一个舞蹈团，带他们去做演出。因为我后来发现到，在学校教的时候，我应该教了2堂课，校长就问我：“你下个星期还会来吗？”我说：“会啊，什么事情？这样你下个月还会来吗？”很会啊。后来我才发现到，为什么他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可能很多人进去做活动，可是就是因为一下子为了我的演出，我用了你的故事，然后我就出来了。就没有持续的，所以他那时跟我说，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有 consistent 的 classes。从那一次开始的时候，我就 OK 好，我就每一个星期过去教，然后也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就带孩子们出去表演。可是这个梦想就开始越来越困难，因为可能我排了一支舞，位置已经排好了。在我3个月回来的时候，有5个学生不见了，我就问校长，他们要不要参加表演？他们有些已经被 transfer 了，有些已经不读书了。我就OK 好，然后我又需要筛选，又在训练过。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能形成很正式的团体在这一边。
所以在慢慢在做的时候，我就开始调整我的心态，就说 OK 好，我就以每一个星期来教他们，让他们有不同的学习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也发现到，不是每一个孩子可能都喜欢跳舞，他们有些有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所以我就把从舞蹈变成了一个课外活动。所以就问身边的朋友，你会说什么？你会针织吗？你有没有兴趣教我的小孩子几堂课？所以就以这种方式，让他们在下课过后可以学习。所以就慢慢从一个 dance 变成一个 art project。可能从小吧，就会觉得我们可以对身边的人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也在想要讲贡献，可是我就觉得我又不是很有钱，我又喜欢玩音乐，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可以用音乐或者是艺术来让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更好。我搬去沙巴的时候，就看到路上有很多那些无国籍的孩子在街上。就是有时你在停红绿灯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你的车旁边，然后要钱，或者是你在走在路上，就直接就是在你面前这样子要钱。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有这样的现象？再加上我自己对有一些难民的朋友啊，或者是对难民的状况也是很好奇嘛，所以我就开始去 investigate 啦，就是 research 到底这个是什么事情，什么状况。所以我在 research 的时候就找到 Borneo Comrade。Borneo Comrade 是一个大学学生组织开始的一个团体，他们主要是一开始是为大学的学生发声的一个管道。他们念的学校的隔壁就有一个村，就是undocumented kampung 这样子啊。其实那个时候也很不了解这个 undocumented。就是无国籍到底是什么状况？因为它其实是很复杂，很多不同的元素造成的一个现象了。有些是爸爸已经很多个年代在这里，可是他可能其中一个年代没有去登记到他的 birth， 就没有那个 IC 了。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它很多不一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我们每次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IC，right？其实我去到那边，我才发现到我们的 IC 是那么的 powerful。如果你自己再留意一下，你可能去到哪里，大家都会先要你的 IC， 要登记，你要申请 bank， 你要去医院，什么都是要 IC 嘛。我就去接触了他们之后，他们就邀请我去他们的学校，在 Semporna， 我们就是住在他们的kampung里面，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的情况是这样，然后我就透过聊天去慢慢的了解这个现象。给他们住的那个kampung right， 很多垃圾，然后很乱很简陋，可能他们的屋子是就是 temporary 的那种屋子，因为他们是 undocumented right， 有时他们的家就是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会自己去建自己，想办法建一个屋子给他们自己 ，but then 常常又会有火灾，所以火灾过后又要被 relocate 了，又给他们一些很简陋的这个地方住，OK， 所以那个环境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啦，就是一个战争，有点像战争过后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那边有很多社会的问题了，所以那个学校其实是变成他们的一个安全的地方。要不然你看一个小女生，很容易就是可以在外面就是被人家这样子拐掉，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学生从小就是也是在街边就是去跟人家这样子讨钱，因为他们看到上一代就这样子做，或者是在旁边 sit gum。不是讲说他们是上瘾还是什么，是因为他们肚子饿没有钱买 gum， 可能20 cent 50 cent 就可以填饱，就是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吧。是透过那个学校，他们的那个老师真的是就是花很多时间，真的是住在那个kampung里面，跟那边的邻居们全部相处之后，得到一个信任，所以他们才可以在那一边就是继续的做他们要做的东西。做了这件事情一段时间，尤其是 MCO 嘛。这一些 undocumented 的小孩来说，就这些族群来说，我相信对他们来讲又是一个更严峻的一个考验。那时 MCO 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联络太多，就是只是有 text 他们，你们还好吗？他们只是跟我讲的确 we are okay。可是有一天的时候，就我的其中一个学生就说，的确 we are not okay，we need food， 所以非常直接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在这边是一个寄生虫，只是来跟我们讨东西，可是其实不是的，他们其实真的很努力。其实我每一次都会问他们，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有什么东西请告诉我。他们都会说不用，的确我们 OK， 我们还好。所以今天他真的是开口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真的需要帮忙了。
所以我就先联络了我一个舞台剧的导演，林慧导演。我就先打电话给他，我说：“哎，导演，我的那名学生他们现在没有食物吃了，怎么办？”所以当时的时候，导演也非常好，好吧，那我们在家吗？我们一起搞一个就是fundraising food donation 给他们。所以就在1个星期里面，我们那时就只是跟身边的朋友筹了大概10,000块，10,000块过后，我们就慢慢的分批，所以就又联络了另外一区的校长。问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都跟我讲很需要，所以就这样子的去开始在 MCO 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就去联络杂货店，哪一个杂货店老板肯帮忙送，要怎么样分给这些村民，因为我们完全不能出门，哇！所以我当时觉得，OK， 原来他们面对的东西不是只有我想象的，我只可能想象他们很需要教育。这个东西，可是，在教育这一个是第2层，他们可能是生活上面的需要，是更重要。这个是我可能当时每一次进去学校教，我没有看到的事情。所以在过后的时候，开放了第1次，我就回到学校教书，就再回去上课。哎，发现到一半学生不见掉了，尤其是跟我比较好的学生，那个联络我的学生，我就问校长：“哎，他怎么没有来读书啊？”他说他休学了。哇，我就觉得很心痛，我就在私底下我就讲，你没有读书了吗？他说没有读书了。我说你在家里做什么？没有，我没有做什么，我就每天看电话。我说 ，OK， 你家在哪里？我去找你。我就联络了几个比较熟悉的学生，我就一户一户去访问他们，就去进去里面去跟他们谈。因为后来发现到，妈妈是另外一个问题，妈妈可能完全没有出门。他们连英文、马来文都不会讲，所以我需要通过他的孩子来分享。我就会问他们：“你们每天在家做什么？”哦，就从早就做到晚这样子煮饭啊。然后我最深刻印象的是，我问那一个妈妈：“其实你在马来西亚，你最想要的、你的愿望是什么？你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她竟然跟我说：“她想交到会讲马来话的朋友。”我说：“你在这边几年了？”18年。他一个会讲马来话的朋友都没有，我当下的时候真的是很震撼，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样可以帮忙解决这些妈妈的问题？可能那一个问题不是说帮他们找到生活费，是让他们怎么样跟这一个社会接轨。因为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楼下的那些摩托店啊、coffee店的人会看着我，这么你一直来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他：“你知道楼上的是什么？”不知道。所以那个关系就是他们生活他们的本地人生活本地人，大家互不干预。虽然有些妈妈有去工作，她工作的都是可能我们现在本地人不要做的，就是可能去巴萨扫那些猪肉摊、鱼摊，干净的肮脏扫。然后 KK 妈，你看撕那一些罐头啊，路边在打扫啊，都是他们都在做的工作来的。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些在家里的妈妈，可以去有自己一个自我价值感。所以我就是后来就从学校开始又发展了另外一条路线，就叫 Art for Refugees， 就是说看这些妈妈跟孩子们他们会做什么，所以从中就访问他们，有些就会做针织，有些就会做编织。然后有些会做耳环，就收集这一个东西，就想到可以慢慢的帮他们拿这些产品去卖这样子。当然这个东西比学校还要困难，因为我们沟通是不良的，我们需要孩子在才能沟通。可是可能我问孩子100个问题，孩子只 translate 1个问题，然后他讲了很多，孩子回来只讲1句。哇，所以那一个沟通上面怎么样去把产品 standardize， 跟他讲我们要的东西。可是这一边的话，我就会看到这些妈妈，因为可能我开始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客气回答我，到最后他会很老实的，会很诚实的去把我告诉我，他们真正其实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其实想要的是什么。他后来直接跟我讲，其实我想要的是快钱，你介绍我去打扫家里。好过叫我在做这些产品，因为我一下子就可以拿一个50块钱，
那个教育概念，你要怎么让他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可是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东西也不会再传给下一代了，因为你怎么问他们，他们都没有人想要再回去自己的国家，太战乱了。他说我宁愿在这边漂浮，我都不愿意回去，我也不愿意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再教给孩子，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一个价值。所以这个是我在做跟难民妈妈最困难的一点，因为你会问他，你偏了这一个，我觉得很棒，你可以再做多一点吗？useless 啊，打姑那，嘎嘎打姑那，或者是他突然有工作要去洗碗了，哦，嘎嘎，saya tak mau buat ini啊，saya nak kerja itu dulu。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跟不同的艺术家进来的时候，那一个声音会慢慢的看到，好像比如在另外一个社区的妈妈是做一个耳环的，现在那位妈妈就变成她每一次会叫她帮忙做耳环，所以那个妈妈就会赚了一些外快在这里，所以变成我现在可能在想，让她去跟社会衔接，让她去找。所以，比如他们需要工作，有些是需要类似这样的工作，我就会妈妈，你这个你 OK 吗？你厉害吗？你 good in this one， 我就 introduce 给你给这个人，所以让他们从这个机会，他们自己有自己去探，或者是去 explore， 去跟社会各自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的方式在这里。其实当地人对那边是真的有那个 stigma， 我常常会觉得很多人会讲说沙巴的人很融洽，种族很和谐。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很多的共同敌人就是这些 PTI，Pendatang Tanpa Izin， 就是有这样的名称其实他们是 undocumented， 移民是很正常的事情，像我们的祖先也是移民过来的，而且海上柏油族他们是没有边界的嘛。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国家决定这个是菲律宾，这个是马来西亚，这个是印度尼西亚？就有这个学校是在这个甘榜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有那种我是有去学校的那种感觉啦，把他们学习的方式很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的人的学习的方式。我们以前不是有请什么师傅，然后拜师啊，然后学徒啊，然后你们是一起生活的嘛，就一起喝茶啦，早上一起什么。大概是这样的，我会想到是这样的 concept， 所以我也是观察这些老师在教他们的方式，就是很 customized。当然他们要有3M 啦，就是 membaca mengira 还有 menulis。可是之外，他们就是看学生需要什么，然后去这样子来教。So for 我的话，我在想我可以 offer 什么 ？OK， 我是学设计的，所以就想说maybe 可以教他们画一些很简单的 animation，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 music video 里面。一开始这样的想法，不过我是去到那一边才看 ，OK， 谁有兴趣要学。就是谁有兴趣要学才 sign up， 不要逼他。So 真是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OK， 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住的那个学校其实老师也是住在那一边。有时晚上他们的家里，因为很多兄弟姐妹，他们的人口真的是一直在涨，所以有时家里很小而已 ，so like 没有地方睡，他们就轮流睡街边哦。有时没有位置，他们就会问老师：“老师，我今天可以去学校吗？”这样子。所以那个学校的状况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跟学生相处的时间就不只是在上课的时间，就可能上课之后，有时晚上的时候 lepak， 然后玩音乐啊这样子。也是大概 MCO 的时候，然后去那边好像没 MCO 这样的。没有人在戴口罩，你戴口罩就好像很奇怪。不过我们倒也是还好啦，也没有什么事情。他们可能没有传到那一边，可能就是没有国外的人过来嘛。因为沙巴很早就关那个边境了，就没有什么中国的游客过去。做这个学校他们也是有一些 proper 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毕业典礼的，就是他要让学生就是感受那个他完成一个东西的感觉。因为如果你问他们的志愿是什么，可以找到一份工，或者是不要被警察抓，他们不可以，他们 not allowed to 去 explore 他们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就是有一个学校，然后一个 graduation， 像是有一个目标的感觉，一个 motivation。他们生活就是其实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的嘛，因为我都其实不存在，我都没有 document， 没有人根本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我有我的存在。把这个学校就会给他们一个责任感。所以当他们有一个毕业典礼，那个毕业典礼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其实那个老师不是很喜欢那种要给 certificate 那种东西吧，他们其实学生要求要，因为那个就是他的 document， 那个就是他的唯一可以拿到的 document， 然后放在可以镶在家里。听两位在分享的时候，其实很大的一个
感受是，有时候我们在讲 underprivileged 或者是他们 undocumented 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政策，让他们现有他们就是一个 underprivileged 的一个状态。我就想问回两位，就是透过跟他们的相处，其实反而可能从你自己身上，你其实是学到什么，或者是你的观察这样子。刚刚我就讲到很多很开心，就是很快乐的东西，但是就是我学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游玩的乐园啊，就是好像我们的 playground， 他们的 playground 哦是在坟墓上打排球啊，玩打羽球啊，所以那个画面让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那么糟糕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 joy to carry on。当然，我会想要拼一个比较positive 的 image，empowering 的 image， 当然苦是很苦的，我那个苦是哦，而且我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会唱一首歌，就是他们会唱国歌，我们是这样盖着眼睛唱国歌的，可是他们没有国际耶，那个感受啊，我们是大家就是一起哭了，那个毕业典礼，因为我发现到我的自己生长的背景，我被我很 community 的那种概念的。我是去那边，他们真是什么都要一起，吃饭可以，我可能不喜欢看你一个人吃饭，想看到你自己去外面吃，no， 我们全部要一起，就算他们饥饿了，等全部人到齐，我们一起吃。community 啦，so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support 这个 ecosystem。我真的觉得在里面确实学习很多，因为我可能开始进去的话，我用我自己的思维进去，我就觉得他们是想要这样，可是，在做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在整个过程的时候，学习怎么去调整，去聆听整个东西，聆听他们的状况，然后再去改变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不是牺牲我自己，也不是去牺牲他们，而是我们两个都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我们很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的去做。所以现在可能从一开始，可能从一个老师身份进去，现在可能变成一个家人。就是他需要的时候，他会 call 我，然后我有东西，我就会好像可能 party 有什么 overfood，太多食物吃不完，我就会讲，校长你在家吗？现在食物我送过去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中学有教孩子跳舞，现在我发现到，很多中学生他们会有情绪问题。再问一下，其实资源很丰富，你妈妈支持你的梦想，支持，你要做什么，你妈妈给你去，可是为什么你有忧郁症呢？我不知道，老师，我就是不行。可是你反观，有时去看他们教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会告诉我 ，Teacher, I born to be a singer. Teacher, I born to be a dancer. 他在路边拍了影片，他就说 ，Teacher, you subscribe like me 啊。你就会看到那种知足常乐，他们自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还在努力的活着，他们还在很开心、很快乐的在做这件事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我在教育他们，是他们在教育我，也教育我身边的人。我记得其中一个老师进去的时候，他就后来告诉我，他说：“我不懂，我去教了2堂课，我后来去 KKMart 看到那些排东西的人。”他们虽然排到不是很干净，我没有这样生气啊。其实这个也是慢慢的在教育我们身边的人。我再分享一个，就是那时的时候要带他们去 KLPAC 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彩排的时候，我只有1辆车，我就可以载4个学生，所以我就跟校长讲4个。可是后来一下来了10个，我就看着我说OK 要怎么样？可是又不想让他们失望。所以那时我就叫了 Grab 给他们，可是我在加一半的时候，后来看过去，怎么 Grab 没有跟来？我就打电话那个 Grab， 他说我不载这种人。我当下就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需要再做更多的事情，让大家更加可能再多一点，对他们有一点包容。他们真的不是硬要进来，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们也很想一个安逸的生活，他们也想有一个好的身份，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有些真的是被叫了去 interview， 再等了多2个月，可能已经说，这个星期你去了，可是刚好生病了，然后就不能去了，又再要等多1-2年。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是我在做的时候，我一直在学习，怎么样在更多的包容，可能去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吧。不管是给我的孩子们，也给他们的孩子们，在这里。